除了上半身跟着一起打拳之外呢，我看有些打拳的动作是会带动到腹部的扭转的，所以多少也有一点运动效果。像以我自己的感觉呢，是觉得腹部确实有稍微紧实一点。一星期下来我的内脏脂肪居然降下来了呢。肌肉量呢小小的升高，和上次的润拔比较体脂肪下降的比较多。我是乔可，这次来测试健身拳击2打1个星期会瘦吗？会开始健身拳击是因为听说针对减肥很有效果呢，所以想要来试试看。而且呢，之前已经运动了1年多，是觉得说为什么好像体重体脂肪跟肌肉量都没什么显著的变化呢？所以想说来靠健身拳击来增加运动强度，也贪心想要找到对减重还有增加肌肉量有帮助的运动。我之前是看心情来挑不同的运动来做的，这次来挑战1个星期呢都打健身拳击，效果会如何呢？为了和之前做的润拔运动做比较这次一样也是运动20分钟了，这样可以稍微比较两种运动呢在减重跟增加肌肉量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饮食方面我也是尽量维持和平常差不多呢。运动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习惯的一部分，我平常的习惯呢是平日的时候呢注重运动和饮食，假日的话就比较放纵休息，我觉得这样比较符合我的人生态度呢。这次的又是假日认识之后的减重哦。这次的健身拳击我都是用这个手腕带来运动的呢，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手腕比较不容易受伤，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不太会抓着揪约抗打拳击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手腕带是比较不会受伤的方式。那么健身拳击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对于减重和肌肉量又有什么帮助呢？让我们来看看吧。准备开始今天的运动，点选每日训练，设定运动时间和强度。强度共有3种选项，运动强度由高到低，分别是强化体力、减肥、维持健康。我都是选择减肥模式，运动强度是中间。运动强度越强在同个时间内的课程，打拳的次数会比较多。锻炼时间我选了28分钟，这是包含运动前后伸展和打拳的时间。虽然建议是38分钟，依照自己的体能选择才能避免运动过度造成运动伤害。刚开始打拳的人可以先从维持健康的模式开始，选择18分钟的课程，慢慢来，先习惯一下打拳的动作。在维持健康的模式中，大部分都是运动轻松的单元，打拳的节奏比较慢。在减肥的模式中，稍微会有1-2项运动充分的单元。在强化体力的模式中，大部分都是运动充分的单元，打拳的间隔会比较短，打拳的节奏也会比较快一点。以大约都是26分钟左右的课程来比较，强化体力的消耗热量是最多的，减肥模式次之，热量消耗最低的是维持健康模式。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体能来选择运动强度，慢慢适应打拳的节奏，小心运动伤害。在使用腕带打拳的时候，通常我是用这样的方式直接按下 L 加 R 键的。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用腕带来运动，也可以先按完 L 和 R 键，进入运动画面后先按暂停，再把手腕带绑在手上。一緒に頑張っていきましょう。前回し、背中、肩甲骨を動かしていきましょう。在健身拳击2里面有提到呢，这是可以针对全身都运动到的运动。在课程的旁边会标示会运动到的部位，除了上半身跟着一起打拳之外呢，我看有些打拳的动作是会带动到腹部的扭转的，所以多少也有一点运动效果。像以我自己的感觉呢，是觉得腹部确实有稍微紧实一点。不过当然这是要持续运动才能保持下去的啦。手臂方面呢，打完之后会有明显的酸痛感呢。在身体方面呢，我自己有觉得打完之后呢，稍微比较不驼背一点。就是身体会比较有力气，挺直身体。当然驼背是我自己的坏习惯，但是会觉得身体稍微变得比较有力一点。不过呢，如果运动拖完之后就会恢复原状了，像是改做其他运动。以女生来说呢，我觉得胸部的肌肤有比较紧实的感觉。有些打拳的课程也会有小腿的图案呢，不过我对于自己的腿部感觉没什么变化呢。健身拳击2的动作是需要慢慢解锁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直拳，慢慢才会有勾拳之类的动作。不过它也是要等直拳的分数比较高之后呢，才能解锁课程哦。它也有直接是针对下半身的动作，这也是要到比较后面才能解锁出来的。
像我现在只有解手到下前躲避这个动作，它是有点像半蹲的动作。像这样下半身的课程，我自己是很少选的，因为在用了1-2次之后呢，觉得真的好像很容易受伤呢。像这样的动作组合啊，是一打完拳之后呢，就要立刻蹲下，然后呢，我在每个蹲下之间啊，我觉得间隔的时间有点太少了，没办法完整的把正确的动作做完。也可能是我不太会这个健身拳击的蹲下动作啊，所以我后来很少选这个下半身的动作。关于下半身的动作啊，它其实呢是可以选择自动完成的。就是呢，如果有出现下半身的动作，即使你什么都不做，它也会算分数哦。或者像我一样啊，可以选择把这个课程关闭，这样子每次出现随机课程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下半身的动作咯。以这个蹲下的动作的训练来讲啊，我觉得呢，如果跟健身环比的话呢，健身环的蹲下动作反而是比较不容易受伤的哟。因为它给的时间间隔足够，以有趣的程度来比呢，我觉得健身拳击比健身环有趣啊。有可能是因为呢，健身拳击还没有玩腻。如果是拳击和尊巴来比的话呢，我觉得尊巴又比较有趣一点，因为我可能是自己比较喜欢跳舞的动作吧。当然，这提到运动强度的话呢，还是拳击感觉比较强一点。当然，我两个都会继续玩哦。不过啊，也有可能有人会觉得拳击很无聊，因为以拳击的课程来讲啊，这个教练每堂课讲话都一模一样的。不过我是觉得还好啊，可能就是跟着他的口令来搭配节奏。如果要讲到背景音乐呢，我觉得其实影响很小，喜不喜欢背景音乐倒是没什么影响，因为你大部分听到的都是那个教练讲话的声音哦。如果你是刚接触拳击的人呢，建议你最好循序渐进比较好哦，因为常常不小心打太认真，打完之后才突然发现酸痛感涌上来呢。而且刚开始的人呢，可能还不太会处理，如果不小心打太快、打太用力的话，也有可能会拉伤了，所以最好是慢慢来哦。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啊，也是跟不太上节奏呢，都只有1到2期这么烂的分数。后来很神奇的是，打了好多堂课之后呢，我才终于赶上了，抓到这个节奏。现在大部分都是3星哦。在完成的课程当中啊，是可以自动包含运动前后的暖身和伸展的。健身拳击2，我是先下载试玩版之后呢，才决定要买的。你也可以先搜寻看看是不是还有试玩版可以玩呢。健身拳击课程的时间显示它是包含运动前后的暖身和伸展的哦，但是在首页它的运动时间啊，却只会显示打拳时间。然后在1星期的统计方面呢，它也只会显示当天消耗的卡路里了。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自己1周的运动时间呢，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稍微统计呢，不然只能靠那个卡路里的消耗来大概推算一下。1星期下来啊，我的内脏脂肪居然降下来了呢。内脏脂肪啊，根据萧杰健医师的说法呢，我看来是跟健康有关哦，像是脂肪肝啊、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风险呢。我的内脏脂肪啊下降了0.5呢，这又是从今年过年之后呢一直卡关的内脏脂肪。我自己想想呢，可能是因为假日吃的食物有关吧。因为最近很喜欢点外送，不过和运动强度有没有关呢？我是不太确定的，毕竟我之前也没有很认真的统计自己的运动。那么来公布这次的结果，内脏脂肪啊下降了0.5，体重啊下降了1.2公斤，体脂肪啊下降了1.7，肌肉量呢小小的升高了0.3公斤。和上次的论法比较啊，健身拳击的体重呢是有下降的比较小一点，体脂肪啊下降的比较多，肌肉量也有增加一点点。至于上次没有提到的内脏脂肪呢，这次确实有变化的，下降0.5。我上次做完润拔，内脏脂肪也是一样的，没什么变化。没想到健身拳击比想象中的还有效呢。我觉得运动是一种需要持续下去的生活习惯，不管你的运动目的是为了维持健康或者体重都很好。运动真的很需要找到目的才能持续下去呢。像最近都是很认真的一周运动5天啊，会这样持续下去的原因只是因为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哇，运动完之后原来这么好睡啊！然后为了我自己的睡眠呢，我就很认真的撑下去了。没想到它就变成一种习惯了。除了有自己很想要达成的目标以外呢，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也将会持续下去哦。在有 Switch 以前呢，我是自己喜欢看书、做瑜伽或者看影片一起做运动的，但那些真的很难持续下去呢。可能我没有真的迷上那些运动吧。自从买了 Switch 之后呢，它就变成我的运动机了，像是跳舞啊、打拳啊或者健身环都很好。而且啊，现在因为疫情不太能出门，运动之后呢，觉得心情的调试也比较好一点。现在的运动的目的啊，就更贪心啦，希望可以找到对减肥更有帮助的运动呢。虽然以前也是期望靠运动减肥，但是以前没有这么认真呢。祝大家运动健康，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和持续运动下去的目的哦。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喽，喜欢我影片按个赞哦，请订阅这样小可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我们下次见，拜拜。